要和伴侣在一间密室待满50天，就能轻松拿走500万美刀。这样的挑战听上去简直就是天降横财。可这里没有手机，没有网络，也没有任何娱乐设备。起初我和女友觉得我俩绝对能把这500万全部带走，可一进屋我们就傻眼了。这里没有窗户，没有风景，除了一张双人床，放眼看去只有大片的空白。就连每天提供的食物也只是毫无味道的营养流食，并且它真正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无聊，因为只要我们2人中有一个选择放弃，即便另一个人独自撑到最后，最终也只能得到100万美元。每天晚上10点，房间都会按时熄灯，卫生间一次只能由1个人使用，我们的一切生活节奏都被严格限制。挑战开始后的几个小时里，我们依旧十分兴奋，像突然不用上学的孩子一样，在屋里四处跑动，还躺在地面上幻想拿到巨款后的生活。可随着最初的新鲜感逐渐消失，这间密室带来的折磨才真正显现出来。我死死盯着倒计时，明明时间才过去短短2分钟，对我来说却漫长的仿佛已经熬过了半辈子。为了让时间没那么难熬，我们从聊天到玩各种小游戏，最后甚至连开口交流都觉得疲惫。可倒计时依旧慢得让人煎熬。由于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都在主办方监控之下，我们甚至连亲吻都不敢轻易尝试。我们原本以为再坚持一段时间就能撑到最后，直到第27天终于发生了意外。一只蟑螂不知道从哪里爬了进来，正常情况下根本没人会在意，可对已经被困许久的我来说，这只虫子仿佛成了密室里的第3个生命。我一下有了精神，立刻拿出一点食物准备喂它，系统却马上发出警告，主办方提供的食物只能由参赛者食用，如果拿去喂蟑螂就属于违规。我听完十分恼火，又担心蟑螂留在这里会被饿死，于是请求系统打开房门让它自己爬出去，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我着急之下准备亲自开门，女友见状立即把我拦了下来，如果现在开门，那就等同于弃权，我们的500万可就没了。考虑到巨额奖金还摆在眼前，我最终只能放弃这个想法，可嘴上依然不断埋怨女友太没有爱心。I'm sorry。随后房间再次陷入令人压抑的安静，最后还是我率先打破沉默，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无聊，我决定拿部分奖金换取一次惊喜。原来这场挑战还设置了一条额外规则，参赛者如果无法忍受枯燥，可以用奖金兑换物品，第一次需要扣掉10万美元，第2次则会直接损失100万美元。女友虽然并不赞成，可最终还是没能阻止我的决定。10万美元被扣掉后，我们得到的竟然只是一支再普通不过的画笔，可我拿到手后却异常兴奋。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画家，如今终于有了画笔，便可以在洁白的墙面上尽情作画，将这1个月积攒的压抑情绪全部释放出来。看到我重新露出笑容，女友也逐渐明白，相比金钱，2个人之间的感情显然更加重要。然而这样的变化明显不是主办方希望出现的局面。到了第2天，惊悚的一幕发生了，卫生间里突然出现了一把手枪，让整个房间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。我们看到后都十分害怕，虽然不知道枪是如何出现的，但我们很清楚这一定与主办方有关。为了避免枪支意外走火，我赶紧将它藏到床底，2人才勉强放松了一些。可主办方显然没有就此停止。随后我俩分别收到了一段主办方准备的视频，我先看到的是前女友留下的录像，画面中的女人哭着表达对我的思念。现任女友看到后脸色立刻沉了下来，而我一时间根本解释不清。紧接着轮到女友观看视频，可画面出现的人竟然是她的父亲。这个男人在她年幼时便选择离开，如今再次看到这张熟悉的面孔，她的情绪瞬间崩塌，童年留下的痛苦记忆再次涌上心头，让她忍不住失声哭喊。到了这里，这场针对人性的考验才真正显露目的，主办方正在不断触碰2人内心最无法面对的伤口。从那天开始，女友明显减少了交流，整个人也越来越沉默。距离挑战结束还剩19天，可剩下的每一天对我们来说都变得更加漫长。我的忍耐率先达到了极限，直言想要放弃。女友虽然还没从阴影里走出来，但一想到奖金还是急了，于是提出再兑换一次惊喜，就算损失100万也可以接受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这一次送进房间的竟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。我也懵了，因为完全没料到主办方会直接送个人进来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女友正好从卫生间走出，我连忙上前解释，表示自己对这件事毫不知情。女友心里虽然十分介意，但她也清楚这一切都是主办方刻意设计，只能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这个女人是一名舞女，她表示自己通过招聘广告来到这里，并且已经签署保密协议，只需要在房间里坚持10天就可以得到500万美元。我俩听完立刻感到愤怒，因为我们必须坚持整整50天才能拿到同样的500万，这种规则显然让人难以接受。可舞女听说2人这1个月经历的一切后，不但没有产生离开的想法，反而对这种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十分期待。紧接着新的麻烦摆在眼前，房间里只有1张床，3个人晚上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安排。
我主动提出把床留给2个女人，自己则选择睡在地板上。女友既担心我睡地板会着凉，又不愿让我和舞女单独相处，最终只能压住心里的不满，同意3个人一起睡在床上。为了避免我和舞女之间发生问题，女友特意睡在2人中间，将我们完全隔开。第2天早上，女友醒来后发现舞女已经不在床上，原本以为她已经离开，结果走进卫生间后又在那里看见了她。为了避免我产生其他想法，女友主动拉近了和舞女的关系，甚至认她做姐妹。2人整天待在一起，让我完全被排除在外。长期被忽视的我情绪逐渐崩溃，甚至出现了幻觉。我看到床上不断渗出黑色液体，下一秒整个人仿佛掉进水中，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浮出水面。而岸边站着的竟然是多年以前已经去世的弟弟。我彻底崩溃，失声痛哭。女友见状终于慌了，赶紧上前安慰我，所幸我最后恢复了意识。又过了1天，女友发现舞女真的已经离开，刚刚放下心来，却突然看见墙上留下了一句话，那是舞女写给我的情话。看到这一幕，女友瞬间被愤怒冲昏头脑，认定我趁她睡着时和舞女产生了暧昧关系，冲上来便对我动手，直到看到我身上的鲜血，她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。我捂着伤口，愤怒指责女友从未真正信任过自己。这一次，我无论如何都要退出挑战。我已经看清女友的想法，明白她现在的妥协只是为了拿到奖金，并不是因为真正关心我。女友急忙解释，可我依旧坚定地选择离开。距离挑战结束只剩最后一步，女友始终不愿选择放弃。为了阻止我离开，她直接从床底拿出了之前藏起来的那把手枪。我不断劝她冷静下来，不要因为奖金失去理智，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比金钱更加重要。说完这些话，我转过身径直离开。女友最终还是没能扣下扳机，只能站在原地看着我走出这间密闭房间。此时挑战还剩16天，接下来的时间只能由她一个人继续坚持。失去我陪伴以后，她的生活完全乱了节奏，每一天都在漫长的煎熬中度过。就这样又坚持了14天，距离拿到100万美刀只剩最后2天。可当她看到我曾经写在墙上的那句话时，脑海中忽然浮现出2人初次相识时的甜蜜画面，也终于理解了我真正的心意。想明白这一切后，她没有继续迟疑，而是走到门前，慢慢抬起手，亲自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放弃按钮。转眼5年过去，这天晚上我正在街上跑步，却意外看见女友从福利院中走了出来。虽然我们早已结束感情，但再次见面后还是像普通朋友一样交谈了几句。我最终还是没忍住，问起她当年究竟有没有完成那场挑战。女友只是平静地笑了笑，并没有给出答案。而那间空无一物的白色房间里，很快又迎来了一对新的情侣。他们究竟能不能撑过这50天的人性考验，最终拿走那笔诱人的奖金呢？或许直到按下按钮的那一刻，我才终于明白，这50天真正要夺走的，从来不只是人的耐心。主办方先拿走娱乐，再放大猜忌，最后甚至把金钱、嫉妒和过去的伤口全部摆到我们面前，就是想看看一段感情究竟值多少钱。500万听起来足够改变人生，可当我们为了他开始怀疑、争吵，甚至举起那把枪时，这笔钱早已不再是奖励，而成了一面照出人性的镜子。我选择离开，是因为我不愿为了奖金失去自己。而女友在只剩2天时主动放弃，则终于明白，有些东西一旦弄丢，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。真正困住我们的，从来不是那间没有窗户的白色密室，而是人在欲望面前，究竟愿意牺牲多少自己最珍贵的东西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我是9公子，我们下期见。